有请小鹏汽车董事长 CEO 何小鹏先生。Hello， 大家好，晚上好啊！各位现场的车主朋友们、媒体老师们，以及各位线上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今天是小鹏 X9 鲲鹏超级增程技术发布会。那么我相信，对我来说，这个发布会既重要，也有一点点，我有点感慨，因为从今晚之后，小鹏就不光仅仅是一家纯电的汽车公司了，我们还进入到混动、纯电加上超级增程。那么在今天这个发布会之前，那我快速先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的科技日。在昨天，我们以涌现为主题，那么发布了小鹏的第7次的科技日。那么我们向大家分享、汇报了小鹏在物理 AI 世界的涌现所带来的一些未来的场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全新一代物理世界的大模型，也就是第2代的 VLA 的到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对于小鹏的未来的一个变化。那么基于此，我们会推动小鹏面向 L4 时代的 Robotaxi、Noble， 并且我们带来了全新的 Flying Car， 同时我们带来了皮肤、骨骼、肌肉更加拟人的人形机器人 Iron的相关的进展。那么我真的非常的相信，中国会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创业企业，会让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更加科技、更加美好。那么昨天发布会的结束后，我是晚上11点钟离开的。我当时离开之后，我还回到了这里，跟我们的团队有一个快速的交流。说实话，大家既开心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在那个时候开始，在网络上有很多意料之外的声音。当时我记得我回到这里，他们说有很多的朋友说 Iron 里面藏了一个真人。那么我们的机器人团队还挺委屈的，他们一夜没睡，他们也不让我睡好，他们一大早就拉着我补拍了一个视频，说小鹏你要来帮我们一键到底来证实这个里面有没有真人。说实话，在昨天晚上我还不是特别觉得这个事情会很不同，但是在今天早上，当我回到了这里，当我在身边的 Iron 机器人的拉链被打开来证明它是一个真实的机器人的时候，说实话，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点点的心酸，因为竟然我们要向别人证明机器人它自己的确不是一个真人。某种角度让我们回忆起有一个电影叫做《让子弹飞》里那样，有时候要证明只吃一碗粉是需要剖开肚子的。甚至我想，如果将来假设有一天，如果机器人有了自我的意识、自我觉醒，它会怎么思考跟反应？所以在今天，我相信走出猫步的我们的 Iron 是来自一家中国的创业的机器人企业。但是如果它来自于海外的其他的名字，也许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朋友不会有那么多质疑，而会鼓掌，而会欣喜。所以其实我相信，就像大家是不愿意相信一个极其不敢相信一个极其强大的技术机器人来自一家中国的创业公司一样，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它限制束缚了我们。就像10年前有很多人不相信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可以做好并且走向全球一样，但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真的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今天上午我发出那条一镜到底的视频后，我还是看到了很多好跟不好的评论。我看到有很多开心的评论，他们说这个事情会推动中国机器人行业向前快速的发展，这是我最开心的。但是我还是看到有非常多让我们痛苦的评论，比如说为什么后背的拉链拉得不彻底，还有人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证明这个猫步是机器结构而不是一个人腿走出来的，还有人说
这个肯定跟发布会现场那个机器人是两个。还有人说，因为它不是直播，所以可能它是 AI 来合成的一个视频。所以我们经过激烈的讨论，我们再次有请艾伦今天上台。某种角度，我想先郑重的向对他说一声对不起啊！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艾伦来证明他是他自己，但是我相信未来会证明，在这一次的机器人质证，证明他是自己，会推动中国机器人整个行业更健康、更蓬勃的发展。如果这样，他就会是值得的。我们团队激烈的争吵讨论他怎么质证。我们先有请工作人员。那么，我们找到一个被迫不的一个方式，我们想用剪刀打开机器人的腿部以下，我们会看到这个机器人它有皮肤、有肌肉、有骨骼。在我们之前，我们自己没有尝试过在机器人通电的情况下剪掉它的皮肤跟肌肉。那么在最后1个小时，我们决定这样做。我们机器人团队非常的反对，他们担心它会摔倒，他们担心它会剪坏。那么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我们从来没有剪开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估计非常的困难，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为了保护机器人，为了让机器人保护周边的环境，我们给机器人在骨骼以外有较多的肌肉的组织的填充，以及外面所包的皮肤。那么，实际上这对我们的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它对整个的运动、对整个的这个乐观力、对整个的姿态都有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做了。实际上，我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机器人为什么做的这么纤细？我们在关节上面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么我说实话，今天这一次质证让我很开心，有我们的更多的供应链企业更愿意帮助小鹏跟我们一起去推动机器人能够更快速的量产。这是我今天没有想到，我特别感谢，我也期待能够在明年的年底，真正的早一点的把一个好的高等级的人形机器人能够真正量产带给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看到，他刚刚把上面的皮肤剪开了，他现在正在去剪肌肉。实际上，这可能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真实的直播的测试，因为这个肌肉我自己抓过，它非常的结实啊，它很有韧性，也有弹性啊，它很难去真正的剪开，实际上是。不慌，慢慢剪啊，我特别怕别剪到手上。好，我们看到这个小腿的这个肌肉，把它剪下来了。好，我们感谢艾伦，感谢工作人员，请大家下台，谢谢。还能走吗？我们相信，我们不用再做什么证明，它绝对是机器人，对不对？
所以我们实际上真的知道，每一个人、每一个创业公司，在过程中间不可能打败所有对你的质疑、对你的挑战，但实际上，我认为这反而是成长的养分，是让我们能够更坚韧、长期的向前。所以，我相信作为一家科技公司的 CEO， 我相信对于中国很多很多的科技创业企业，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声音。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继续的向前的奔跑。那么，所以在今天我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的下一个全新的技术——小鹏的鲲鹏超级增程。那么，这是不同于传统过去的增程的全新一代增程。我们希望开启超快充、大电池和大油箱的时代。鲲鹏超级增程会集合我们在汽车行业这一年在纯电领域的积累，再加上我们在增程领域的学习跟前进，我们期望为每一个需要超长续航的朋友们带来更出色的用车体验。在2024年11月6号，大家知道今天是哪一天吗？刚好也是11月6号，也就是整整1年前，我们官宣了小鹏鲲鹏增程的计划。实际上，这个我非常开心，在这1年里面，有我们跟友商都很多人都正在或即将去推动大电池的全新的增程时代。我相信这个共识会让下一代的增程会更快速的给我们的行业、给我们的朋友们带来新的变化。那么，实际上在过去的1年里面，我们经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小鹏汽车为什么要做增程？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系列的故事。实际上，这已经是我们第5次讨论做不做增程了，前4次都没有做。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增程到底是一个多少年的技术？有人说是5年，也有人说7年。如果只有5年，我们相信它不值得我们做。第二个，什么样的增程能够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因为在这个市场上不缺同样的东西，我们应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那么一直到2022年，当我去到墨西哥考察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墨西哥的电力情况，你们知不知道？在墨西哥如果创业，你要去买地，你要去建厂房，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申请电力的复核，因为他们没有电。而在中国，1990几年开始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了，可能90年代初还有一点点，但是后面中国不会有电的问题。所以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电力这个我们在中国习以为常很基础的事情，在很多国家，包括墨西哥，它很难解决。所以没有电是很多国家的一个困难。第二个，2023年，我们的团队在东北调研的时候，有一张照片，一个客户给我看，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说，在我的家的楼下就有充电桩，但是我在冬天没法充，怎么办？怎么办？所以真的让我会有一个冲击，说我们怎么去帮他们去解决？是建一个室内的超充站，还是应该做什么？再比如说，在2024年，小鹏正式进入的澳大利亚，我们发现到澳大利亚的西边有一个美丽的城市叫做博斯。这个城市跟我们所看到的城市都不一样，它很美丽，但是它离它周边最近的比较大的城市隔了1300公里。1300公里，我们可以从广州到武汉以北了。所以换个角度，在那个地方居住的人，就像中国在西部的很多人，他如果要出去开几百公里可能不止，他要开1000公里以上，那么这个时候都需要做非常多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第5次考虑增程情况，我们觉得这是一个10年以上甚至20年的所需要的一个技术，它在全球。所以我们开始认真。当时我跟风英去聊，我们一定要基于好的纯电的体验，去做出更好的下一代的增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的想法，也就是到今天。所以我们期望向全球的所有的用户，不管你是在城市里面，还是在极端气候的环境，不管你在电力丰富的地方，还是在电力基础薄弱的地方，都可以
按照您的需求选择轻松的出行，享受智能汽车的乐趣，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分析过程中间，我们看到当前的增程做得很棒，但是用户还是认为有5个主要的体验问题。第一个，增程的纯电续航短；第二个，充电速度慢；第三个，当亏电的时候动力很弱；第四个是综合的能耗比较高；第五，当运行或者激活增程的时候噪音会比较大。那么这5个的点也构建了小鹏的鲲鹏超级增程想去解决并且能够做得更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纯电续航短的里程焦虑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大电池加大油箱。那么我相信这是行业里面最开始把电池很大加上油箱很大所做到的。有的朋友问我，小鹏为什么不能选择大电池小油箱？实际上我跟他的回答是说，我们实际上期望给我们的客户一个选择，在大部分时候你不用把你的大油箱装满油，你只要装一点点油就够了。但是如果你选择很远的地方的出行，你可以把这个油箱加满，要把选择权交给我们的客户。所以我们的鲲鹏超级增程带来了全球最长的7座车的续航。在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发布的小鹏 S9 超级增程的 COTC 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602公里，而在这个里面纯电的续航也达到了452公里。在这个里面我特别想说，如果当你开鲲鹏超级增程的时候，你完完全全你可以把这个452公里的续航当做500公里甚至更多。因为我们一个人假设只开一个纯电汽车只有500公里续航的时候，你是不敢用完的，你一般用到还剩50公里你就已经不敢用了，因为你觉得你要去充电。但是超级增程它可以用完，所以它相当于500公里的实际的心理感受。同时如何解决充电速度慢这个问题，实际上非常的简单。对小鹏来说，我们推出来全球唯一的既是超快充又是磷酸铁锂还是增程大电池。我们把续航、充电、寿命、安全、智能这5个因素进行了组合，实现了第一个超快充，也就是5C 加800伏是小鹏的鲲鹏超级增程，12分钟补能70%的 SOC， 这在纯电的市场里面大家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出奇了，但在增程的体系里面能做到这个还是不多的。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我相信大家开这个超级增程充一次电你可以开1周，所以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你是当纯电的车来开的。那么第二个，我们提前满足了26年7月份中国电池的国标，能够在单电性热失控后电池包24小时不起火不爆炸。在这里面我特别想说的是，过去因为小电池的增程它要经常充电，甚至要1天充1次，所以它的循环的衰减是特别的快的，因为它充了密。但是鲲鹏超级增程是因为大电池，它可能1周左右才充1次，加上它有2000次的电池循环寿命，所以10年你也不会看到电池有衰减，这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差异。那么第三，如何改善亏电动力的用车难题？那么实际上很多的朋友开增程在高速上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当电快用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踩电门或者叫油门吧，这个你会感觉到踩的没有力，它会慢悠悠的往上爬。那这个时候很多人感觉不舒服，就是说我平常开电的开惯了，那这个时候我的感觉的动力很不舒服，我不习惯。那小鹏怎么解决这个事情？我们上做了2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我们使用了第3代 1.5T 的高效增压中等的发动机。那么这一个的发动机，我们的调试测试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电池亏电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15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稳定续航。那么这个动力表现跟满电的时候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做到这一点还不够，我们的今天特别，这是我从昨天的科技日把它拿到了今天，我们全球首创了800伏混合碳化硅同轴电驱。这个我们内部的同学问我，这个东西高级吗？牛逼吗？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是一个
真的特别牛的一个创新。它有什么样的牛？因为它是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全球唯一我们首创并且量产的。它等于是在什么样的逻辑？它等于是说，我们都知道原来是 IGBT， 后来到碳回归，我们是用了一个混合碳回归，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减少了60%碳回归，降低了这个整个电区的体积跟重量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保持了很好的 COTC 的效率。所以它既帮助小鹏的鲲鹏超级增程能够有很大的空间，还能够保持我们在馈电里面所看到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说，即使电量剩余8%，动力还没有衰减。所以换一个角度，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在馈电的里面，小鹏通过这2个方式，特别是我们做到的是这个整个的这个800伏混合碳回归同轴电区，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我相信这一个事情对小鹏后面的所有的纯电跟增程、超级增程的车都是巨大的价值啊！这个在这里，我相信我们要为创新鼓下掌。那么增程用户最关注的问题的第4个，还是关于如何改善综合能耗的真实痛点啊。实际上，因为电池比较小，在大部分的标准的增程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实际上电耗是小鹏汽车一直的最重视的技术的这个方向，也是核心的优势。所以不客气地说，我相信在中国小鹏的电耗表现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那么所以我们在增程的规划之初，我们就非常期望把小鹏在电耗上的表现能够同样放到我们的增程，能做到行业的领先的水平。那么我们怎么做？我们第一个依托于小鹏过去11年在纯电研发技术的积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间这张图是我在过去的时间我们去推那个小鹏 G6， 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100公里，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达到了非常的领先。那么我们知道一直在研究能量怎么分配，系统怎么高效。实际上我们在今年包括在明年，我们还会继续用 AI 来帮助我们的电耗能力进一步提高到更好。那么第2个，小鹏的鲲鹏超级增程，我们这次集成了深度集成了一个高压油冷发电机，它可以平均每1升油啊，为电池发电超过3.6度电。那么这超过了平均行业现在的9%左右。所以换个角度，那每1升油都可以跑得更远，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们看到增程的很多用户他会去到很远的地方，而且这个里面可能有亚热带，可能有冬季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专门集成了11个圆的热泵来进行做了智能回收的系统。那么通过这种智能的回收，我们可以看到在寒冷天气能够能耗降低35%，所以在低温的环境下，小鹏这次超级增程有了特别优秀的表现。那么第5点，也就是问题5，如何解决增程器启动噪音大的行业的难题。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有用户的反馈，就是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有一句话，就是电量耗尽的瞬间，发动机轰的一声能吵醒全车。所以我们今年在升级研发小鹏的鲲鹏超级增程的时候，我们特别把这点做了一个重要点。我们不光要实现整车的 NVH， 还要更把增程启动的时候的隔音静谧做到最优，这才能确保我们之前在 X9 上所付出的 NVH 所有的努力不会浪费。那么我们怎么做到的？我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自己开这一次的我们的 X9 超级增程，我发现我基本上无论是我在高速平常还是在电量很低的情况下，我基本上是用不到增程。所以因为大电池大油箱的技术，我们90%以上甚至95%以上的场景，你根本
完全用不到增程，所以你不会碰到增程器启动，所以它非常的安静，因为它就是一台电动汽车。但是在另外几%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增程器被激活，我们专门针对增程器做了结构优化，我们取消了皮带轮、机械水泵、启动机等直驱的零件，专门减少了这些噪音的主要源。我们同时采用了高强度轻量化的曲轴、活塞跟连杆，实现了增程器的噪音比行业主流是降低了10%。所以这一系列的仿增优化，最终我们的关键点的振动甚至比竞品低了30%以上。那么增程器的噪音最大的时候是突然的起停，所以小鹏这次自研主动停缸的一个技术，我们经过18轮的调教，使增程器启动振动的总值下降了60%，实现了无感的启停。这是我认为一个非常让我们开心跟骄傲的技术。不光如此，我们还为增程器增加了 ENC 主动降噪。我们通过了双麦克风阵列以及算法分离的人声跟环境的噪音，我们叠加了反向的增程器的相位信号，这一个使我们的增程器的噪音降低了50%。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团队实测的混动和多个不同的增程器发动机在冷启动的声音。那么我们先来听第一个。大家知道，这是一个发动机在第一次激活这个时候的声音。我们再来看一个主流增程的品牌它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明显啊！我觉得当前的增程品牌的发动机，我认为行业里面的主流的公司已经做得比混动优化了很多了，但是还是听到有一点点声音。那么在路噪、风噪比较大的时候，那么我们听到的冷启动的现象还是比较明显。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小鹏调试的鲲鹏超级增程的声音。听到没有？非常的安静。那么这个音量在车里面，我可以说实话，我为了去听这个声音，我专门跟我们研发人员说，你们应该给我开发一个叫做调试模式，专门让我听，因为我根本测不出来。我说你要我的测试是浪费我时间。所以如何去做到这一个是非常我们很开心的。我们可看到的效果是什么？工程师实测的在各个场景的工况下面，在高速任意甚至高速里面，我们看到增程器启动所介入的噪音均小于等于0.5 dB。那么我想再让大家看一个我们在更多场景下的一个实测的视频。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小鹏鲲鹏超级增程。而我们想重复一下它所带来的一些特点了。第一个，超大的电池；第二个，超大的油箱。那么这个电池而且还是磷酸铁锂的大电池，超静谧的增程器，以及解决了原来当前这一代增程里面大家用户普遍有压力的纯电续航不够长、充电速度不够快、亏电的时候动力不足、综合的能耗比较高、增程的噪音也比较高。我们把这些问题全部的解决之后，我们相信我们会带来小鹏全系列不同的超级增程。那么今天我非常开心和大家分享发布我们小鹏的 X9 超级增程，它来了。
那么让我们一起看一个全新一代 X9 的视频。小鹏 X9 的超级增程是全球续航最长的大七座。从我自己的角度，因为我也开，我也做 S9， 我相信这是一台可以带上一家人开向更远方的车。那么，在小鹏 X9 超级增程出现之后，我相信过去多年，小鹏的我们的客户说，过年回家或者去到新疆、去到西藏的时候的一些充电补能的焦虑的问题，我相信将更会完美的解决。那我一起快速跟大家介绍今天的主角小鹏的 X9 超级增程。第一个 X9 超级增程的综合续航全球第一，这个是1602公里，且大家可以看到1602公里是整个行业所有的混动七座里面最长的。同时在这些混动或者增程里面，小鹏的纯电的续航，这个七座的452公里也是最长的。所以无论综合续航还是增程里面的纯电续航，都是位列第一。续航长还不足够，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点，要把能耗下降。那么先和大家介绍一下电耗，也就是说，在纯电的情况下，小鹏 S9 超级增程的电耗是16.5度电100公里。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我们可以看到，在混动的领域里面，小鹏的 S9 是第一的，是 WLTP 的这样的一个能耗是20.5。那么即使跟大七座纯电的 MPV 相比，我们一样是最好的。即使跟纯电相比，大家也可以看到，只比小鹏 S9 的纯电要差。那么第二个，我们的超级增程因为是快速充电5C 的充电，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鹏现在所有的自营快充一共有2700以上个站，遍布在中国的430个城市，核心城市每3公里就有小鹏的超快充，所以随心随地皆可以5C 的充电。那么在这里面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因为 X9 超级增程我们一样向全球销售。换个角度，我们在明年，小鹏在2026年也会在全球开始大规模开始部署自己的超快充。我相信这个再过1-2年，大家看去全球很多地方一样可以开着我们车全球走。那么小鹏的超级增程里面还支持全场景对外供电。那么这个里面我特别想强调，因为 V2L 很多地方都有了，很多车都有了，220伏电源也很多都有了，但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叫 V2V 啊，也就是说 X9 的超级增程版本支持6000瓦的 V2V， 也就是说车对车充电。那么因为 X9 超级增程可以跑1600公里，所以它可以以每小时向其他电车补50公里的时速来进行补能。所以以后如果你的家庭里面开着一辆 X9 超级增程，开着一个纯电去到远方不够电了，你可以自己给自己补电，对不对？这就像一个能源之车一样。这个我想到了，6-7年前我听说有很多油车开到哪里去都帮人补电，我觉得以后你可以考虑试一下用 X9 超级增程版本。那么
这个我们的 X9 超级增程还有一个特色，它可以加92号油。很多在大城市的朋友对这个没有感觉，但是如果你真去到新疆、西藏等很多的这样的区域，上我就去过，在那里只有92号油，所以如果你的车只能加95、97、98，你会发现很痛苦，因为有很多地方它没有办法到达的，所以能够加92号油，对于一个超远距离，对于一个走向全球的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相信92号油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并且它还有一个优势，可以省钱。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小鹏不光电耗做得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油耗，2.53升百公里。那么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测试的数据的时候，我们在工程师内部也在讨论，为什么小鹏第一次做一个增程的车型，能够加油的车型，就能够把油耗做得这么低？实际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我们的电耗做得很好，每一度电跑得更远，而我们增程器的油全部都是来发电的，省了电自然就省了油。所以换个角度，我还是想论证刚刚我讲的一句话：如果我们把纯电技术做得更好，再做更好的增程，就有了非常好的基础。那么，为了进一步降低大家的使用成本，小鹏这一次从 X9 开始，我们联合嘉实多一起研发了超级增程的专用机油。在我们看到行业里面有不少的车辆，大概在7500公里换一次机油，但是小鹏的 X9 能够在2万公里更换一次。我相信这不仅省钱，更省了大家的时间。那我们来算一下，一个省心又省钱的混动七座，不管是增程还是混动，跟一个燃油的 MPV 相比，它能够省多少钱？这个在数年以前，我有多辆阿尔法啊，这个我的司机一年，这个有的开阿尔法5到7万公里，有的甚至能够做到8到10万公里。那么说实话，阿尔法是非常好的车，我特别的喜欢，但是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当开这么长的时候，油费有点贵。那么我们算了一下，当小鹏的 S9 超级增程一样既能开得远，又没有里程焦虑的时候，如果对比阿尔法一年开5万公里，这个开的不算多，那么它能省多少钱呢？它可以每年节省4.3万元，3年你就可以多买一台 Mola。然后有很多朋友的公司，我有特别多朋友公司，他们都有很多的七座车，这个他们都跟我说，他说小鹏，我们打算要换我们的这个小鹏 S9 超级增程，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时间，他们老担心出远门的时候有里程焦虑，因为他们以前都在油车，所以超级增程能满足我的很多朋友，我相信也满足很多的朋友，无论是 To B 还是 To C 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它真的能够帮大家省很多的钱。那么 X9 这样一台超级增程，它作为小鹏的一款全球车型，我们都知道，在全球很多国家的气候环境、地理情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期望 X9 作为我们超级增程第一台车，我们要做足够多的适配，我们要满足全球各种极端工况的挑战。而且我们知道，经常做 X9 不是商务就是一家人，那么这么大一家人日常高频的出行，我们一定要确保它的安全、可靠、稳定。而且特别是 X9 能开1600公里的时候，你完全有可能开着小鹏的自动驾驶，然后就随随便便开了1000公里。那么在这样的一种长途自驾下， X9 我们怎么去确保安全和可靠呢？首先我想分享，小鹏在 X9 上是做了我们历史以来最大的全球路测的极限测试。我们不仅仅靠想，我们是1公里1公里的跑出来的。我们在过去的800天里面跑了20个国家，330座城市，穿越超过了2000万公里来测试 X9 的性能、可靠性、稳定性，我自己都参与了不少。我相信只有在世界的不同地方去跑了，然后我们之后再来分析，甚至拆掉其中的部分的车辆，我们才有可能去交付更好、更安全的这样的一个 S9 给大家。所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去了哪些地方。比如说我们在瑞典的北极圈，我们做了刹车的测试；我们在米兰的老城区测试小路的通行；我们在海拔3000米连续来测试整个高原上的弯道跟加速；我们在德国的这个纽北去测试极速工况；我们在吐鲁番测试在70度的高温下的效果。那么在屏幕里面这5个场景只占我们测试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有非常多的测试会在未来的时间陆续给大家公布。我想通过一个小视频来看看 X9 超级增程在全球路测的一些表现。我认为在城区非常狭小路线上非常的灵活很舒适，我觉得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品类。100% I choose X-Line。可以看到现在我们这个 LCC 已经启动了啊，大学生迫不及待地开启了智能驾驶。就是说隔了一条车道的这样掉头，这个已经是很厉害了。我们这个掉头半径是5.4米，现在已经120了。大风大雨120，高速上它有风有雨有非常大的路噪，但是在这个车里面极其安静。因为我自己参与了中国在海外 X9 超级增程的不同的测试，实际上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有一些特点，很扎实的底盘，在各种路况下都有很好的表现。第二个，整个的静音、静谧，无论是开纯电还是超级增程模式开启，无论是在高速还是中低速下，我说实话控制得非常的好。这是我感觉我开的小鹏系列里面一个特别让我有印象的。那么同时，小鹏 X9 的超级增程，我们这一次是满足中国和欧洲的3个五星安全标准的设计。我们整个的有87%是高强度钢铝混合的笼式车身，我们 A 柱采用超高强度热成型钢加2000帕的热气仗管，所以车头拥有超大的8800立方厘米的吸能盒，都是期望在各种碰撞意外的情况下，能够更高程度的保护成员舱的安全。不光如此，我们在随后的几天，我们会在江苏盐城开启全球首个极端全场景的爆胎测试。这是小鹏 X9 的最新的全新的安全能力。我们将会用非常严苛的条件挑战在全场景里面的爆胎后还能够稳行，欢迎大家参与和关注。那么这一次 X9 的超级增程在首次公告公示之后，好多朋友都问，在网上问，就说多了一套增程器，多了油箱等，那么其他的配置会变吗？还在不在？那么他们会关注很多很多的配置。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因为原来小鹏的纯电 X9 空间特别大，可以后排的第3排的折叠，有支持全系标配的后轮转向，有支持空悬等等一系列的事情。实际上请大家放心，我们在开始 X9 的超级增程的时候，
我们一开始就去考虑的这些事情。我们期望在新增增程系统上全部保留这些配置。怎么做得到？我们在这里快速跟大家汇报的。第一个 ，X9 的超级增程配备了9合1超集成后桥，那么把排气、油箱、转向、后轮转向、3排的收纳、双腔空悬、减震总成、悬架传动轴的总成的后桥进行了集成，那么空间利用率非常的高，达到95.8%，这是一个很艰巨的挑战。我们的技术团队把它实现，且我们还用到了这个整个的地基，也就是说整个车辆的车身骨架进行了重构。我们通过了12000吨的压铸，把167个零部件整合压铸成一，相对于很多传统的车身的结构空间率，在这一个方向提升了19%，这充分释放了整个 S9 的布置空间，所以我们能做到加了增程器还全部都有。不光如此，得益于整个车身非常优秀的布置空间，我们看到不光我们保留了3排的收纳，我们还升级了，我们做到了一个叫3排电动3折叠，我们支持46分的电动折叠纯平收纳，所以换个角度，在4个人出行的时候，你可以把第3排完全收纳；在5个人出行的时候，你可以留2个座位，还能放2辆自行车。当6个人出行的时候呢，你可以收纳1个座位，还可以带1只小狗狗。当7个人出行的时候，超大的后备箱仍然放得下7个24寸的行李箱。所以我相信所有看我们的超级增程的 S9 的用户，希望你看看我们的第3排和后座的空间巨大，非常有效率。那么这是我们在3排的灵活空间下，我们解决了人和行李都怎么带得上的一个事情。但是我相信真正要让一个大七座开得好、开得远、开得安静、开得省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一页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小鹏 X9 超级增程通过大电池大油箱实现了全球最长的续航大七座。我们的纯电续航长，充电速度快，亏电的动力足，综合能耗低，增程的噪音低，且空间的集成高。那么最后我们还有不多的篇幅了，让我们来快速介绍一下 X9 有哪一些特别的变化。第一，小鹏 X9 新增了极光青的外观色彩，那么这个颜色的灵感来自于真实的极光，我们采用了80伏高透的一个清漆，带来了超过行业均值的光泽度跟清漆的厚度，整个车漆的质感非常的通透高级，非常的漂亮。我们还增加了一个双拼的内饰色，也就是说把玫瑰的棕色跟静谧的白做成一个双拼，这个配色真的，你们如果去看实车会非常的豪华高级，质感很好，能够让每一次我们的乘坐都获得更赏心悦目的愉悦体验。同时小鹏 S9 超级增程这次带来了 Max 版本的全新变化，我们用一颗图灵 AI 芯片做到了新的 Max 版本，这个欢迎到时候用 Max 的版本人来试一下我们的单图灵的这个威力。那么单图灵是拥有750 TOPS 有效算力，同时我们在 S9 上还带来了全新的搭载3颗图灵的 OCR 版本，有效算力达到了2250 TOPS。这个我在昨天的科技日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智驾，也就是第2代 VLA 上的相关的进展。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大家一定会在小鹏的 OCR 版本上体会到中国甚至全球最棒的自动辅助驾驶体验。那么这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小鹏 X9 超级增程，它拥有一共14项的全球领先，32项的同级领先，以及有200项以上是全系标配。那么在今天大家会看到今天晚上的发布会非常的简短精炼，因为在不久后的上次发布会里面，
我会跟大家带来更多详细的讲解。好，我相信下面一页来到了今天晚上大家最 care、最关注的一页。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超级增程的价格啊。这个我再次想说，我开的这一辆 X9的超级增程，无论是乘坐还是驾驭，我都感觉到这绝对是小鹏的最高水准。那么一定大家要去真正的实车体验一下，你会感觉到是一个超扎实、静谧、很灵活、很安全、很舒心的一辆很大的车，但是你开起来很小、很简单。整个的外观我们做了微弱的调教，但是会感觉到更棒。我们的小鹏的 S9的超级增程有2个版本，一个是1602公里的 Max 版本，一个是1602公里的 Ultra 版本。我相信这2个版本，无论是 Max 还是 Ultra， 它的自动辅助驾驶能力都是中国最好的。但是如果你期待将来有 L4 接近 L4 的体验，你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 Ultra。那么他们的预售价到底是多少呢？那么分别是1602的 Max 预售价在35万起，1602的 Ultra 的预售价在37万起。那么当前全国展车现在已经到店，欢迎大家前往我们的门店的品鉴。那么正式的上市价格我们会在本月公布给大家。那么今天同时我也要和大家分享上市的权益。那么从今天起到上市日，所有的预定用户我们都会享受到99意向金抵扣5000元的购车权益，同时有价值8000元的20寸星耀悬浮轮毂和价值12000元的座舱升级套装，都可以限时0元享受。那么我在这里单独跟大家分享一下，座舱的升级套餐包括了1、2排的座椅，包括有拉法真皮，有2排的腿托加热，以及27个 HiFi 的这个扬声器，以及智能的香氛。大家喜不喜欢？喜欢。同时我们特别感谢每一位 X9 的老用户，如果置换超级增程版本的小鹏 S9 以及后续新款的 S9， 都可享受到1万元的额外专享的权益。感谢所有的车主。那么在今天呢，这个最近大家会看到很多汽车都请代言人啊，这个我们小鹏的 X9， 这个我们这次是特邀了全新一代我们的能行机器人 Iron 成为小鹏 S9 的超级增程在全球的科技向导。实际上在过去的1年多的时间，实际上 Iron 已经乘坐过多次 X9， 因为每一次 Iron 去上海、北京各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都很难坐飞机，因为到底该不该买票呢？我们实际上还是很挑战的。所以在过去的时间，他全部都是坐 S9 去的。而且大家要记得，我们昨天的科技日里面，我们还推出一个 Robo， 就是我们的一个智能驾驶的配置，记不记得？我真的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也许大家会看到有人开的 L4 是远远多于无人开的 L4， 也就是 Robotaxi。而且有人开的 L4， 也许有一天上面会有一个机器人帮他开车，既满足了你的安全，又满足了你的酷炫，对不对？有没有人想尝试一下？那么实际上 Iron 跟 X9 真的是同心同源了，因为他们都搭载的图灵 AI 的芯片，他们在 VRA、VRM 的技术上完全的技术同源，他们在感知上面的很多能力一模一样。我相信他们一个可以带给大家去到诗跟远方，一个可以能够在过程中间让大家有更开心的情绪价值，并且帮我们能够节约很多的也许体力的劳动，这是我们正在努力所做的事情。所以这是今天最后一页，小鹏 X9 超级增程，我相信是小鹏精心打造的一辆为
全家人坐的移动的温馨的客厅，也是一辆能够驶向全世界的超长续航大汽车。我们期望每一个 X9的用户都能开着这辆车，带上你的全世界，带上你的爱人、小朋友、父母或者你的最好的伙伴，一起出发，一起去向往的远方，一起看一下更大的世界。那么再次感谢今天所有在线下和线上的朋友们跟媒体老师们，谢谢大家，再见。